我觉得性行为这件事情，或是合意的性关系这件事情，没有这么难解。就像你跟一个人喝茶一样，你朋友来你家，他跟你说他想喝茶，茶端到他眼前了，他突然间不想喝了，你也不能把你的茶灌到他嘴巴里面。然后你说，可是他刚刚有放方糖进去啊，他刚刚有搅那个杯子啊，那你还是不能把这个东西灌到他嘴巴里面。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嗨吼，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前阵子孙生的性骚扰案件引发了大量的讨论，除了事件本身之外，许多人也关注到他在道歉影片当中的态度，以及对于性骚扰的理解和问题，甚至有不少人觉得他是不是根本不懂自己做错了什么。因此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对于亲密关系、性别友善、自我成长等领域都具有专业的陈香宇心理师一起来聊聊。那强者我朋友强在哪呢？首先陈香宇心理师拥有多年的心理咨商经验，曾经担任台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现代妇女基金会的心理师，现在也在抱抱新生医学诊所担任咨商心理师。他长期在第一线接触受害者与加害者，对于性别议题、性骚扰迷思、亲密关系等等领域都非常熟悉。此外呢，他也在学校还有企业担任讲师，推动性别友善与情绪教育，希望从教育端改变社会对于这些议题的理解。因此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心理师聊聊，怎么样看待孙生性骚扰事件，性骚扰迷思为何难以打破，以及教育现场性平状况如何。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要一次了解和志祺七七有关的所有折扣码吗？没有问题，现在就到我们的 Portal 页面，优惠全部列好列满给你看。在 Portal 上面呢，除了汇整了所有给粉丝的优惠活动、折扣码，连使用截止期限都有标示，而且这些资讯呢都是会定期更新的哦，不怕用到过期的优惠。另外呢，还有跟课程平台合作的线上课程优惠专区，一样有折扣码之外呢，如果对于课程内容有兴趣，还可以滑到最下面看讲师访谈的影片。现在在志祺七七的 YouTube 啊、IG、Facebook 都找得到定选的 Portal 里连结哦，一站式呈现优惠的内容，让你找资讯更方便。欢迎有事没事来看看，省钱省起来，或者现在就点击资讯的连结，抢先查看页面，把握独家优惠吧。OK， 那请陈香宇心理师呢跟我们的观众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嗨，大家好，我是香宇心理师。好，那今天除了我们之外呢，镜头外也还有我们的企划洋洋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那我想整个事件应该已经有其他的 YouTuber 或者是网络上面已经有很多人整理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赘述。我们直接来看孙生他发生事件后的第一刻的反应。首先是他在跟 B 女对话的时候 ，B 女是先问他说：“你是不是有打我朋友的屁股？”然后孙生就说：“哦，对啊，他有打一下。”然后可是他觉得说，对于那个女生来讲，打屁可能不尊重，可是对于我来说，那再正常不过了。我又不是什么抓奶奶还是硬亲之类的。他说每个人的接受范围不一样，我不知道他的范围，所以他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人可能就比较保守。那时候他在跟 B 女解释的时候是这样子解释的。好，那再来呢，因为他就被判决是有罪的嘛，然后所以他在有罪之后就发了一篇 FB 的贴文，他说最近这些事情真的让我很不舒服，耍宝能量下降，休养了几天之后，现在希望大家不用担心他。然后很多人都说他遇到瞎妹，他说我虽然也不会这样想，自省比较重要，可是以前都开玩笑说男生要好好保护自己，原来这句话是真的。他说他现在开始很怕女生，原本是零边界感，现在变成了100边界感。你们看完了这些孙生的说法之后，你对他感觉是什么？就是他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真的是薄弱到蛮特别的。哪边让你会觉得他很薄弱？例如说，像是他前面在讲说每个人接受的范围不一样，我不知道他的范围啊。对。可是如果是以我的认知或思考逻辑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范围，所以我不应该去触碰这个范围。我在看他这些说法的时候，我也会思考，他这些东西到底像是演出来的吗？还是他其实真的有可能不知道？心理师怎么想？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想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想要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有恶意。再下一层是，如果我确定了他有恶意，我是不是可以就认为他是坏人？那他如果没有恶意的话，那我还可以说他是坏人吗？或是我还可以控诉这个人的行为吗？你想问的是这个，对不对？一个人他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要达成某一个程度的逻辑自洽，也就是他内在的这个运作系统，他要自己觉得说得过去。
那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是好人，这就牵扯到我们认不认为人性本善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就算他不认为自己是好人，人都会觉得自己活在这世界上是某一种正义。那所以在他的这个运作系统里面，他一定的程度的，要么不去处理这个跟他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不符合的地方，不然他就是深信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两种都有可能所以他有可能是他真的不觉得这有问题，他也有可能是他知道或他隐微的感觉到这件事有一点问题，可是我不要去 process 它，我不要去把它整合进来。那这就回到一个人生在世的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自我的整合。那我如果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他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恶意，但他却做了这样的行为，那我该如何去看这样的事情或判断这样的事情呢？我就会觉得这牵扯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不要去理解所谓的加害者，然后我们理解加害者的意义在哪里，该怎么看待他。因为重点不是你的 intent， 是你的 impact， 就是你的意图跟造成的影响是两件事情。我可以没有犯意，但是我还是做了犯法的事情。我可以相信我自己是好人，可是我还是伤害了别人。所以重点是造成别人的影响是什么。所以你去看所有的犯罪者，所有的加害人，他们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坏人的，他们都不会觉得自己真的在做什么很过分的事情。真的到案来谈，或是来心理咨商室来谈的时候，都是说那别人都这样啊，别人都没有怎么样。我觉得加害者一定会有很多的说法帮自己开脱，在我们外来看就会觉得你就是不负责任，罪大恶极，你这个人糟糕透顶。当然我们也会觉得他不对，但以一个心理学家的视角来看，我们会觉得那个是一个人在防卫他的自我的一个做法。他如果不这么做，他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他作为一个人的复杂性。可是即便你理解了他，不代表你不能够谴责他，因为理解一个人跟他应该要去承担的责任是分开来的。意图跟他造成的影响，这是两件事情，你可以针对这两件事情进行不同的评论。其实因为 A 女的事情是有比较多明确证据，然后甚至法院也做出了判决，所以大家对于这个 A 女的状况是比较没有质疑的，然后甚至是会因为这个事件觉得说孙生就是非常值得骂。可是呢，在对于 B 女的状况当中，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的地方。例如有一个人他说 A 女有事实，但 B 女越想越不对劲，然后这个评论是有778个赞的，所以代表其实有很多人觉得说他们可能有类似的感觉。也有一个人说，如果在孙生的视角，女生已经陪他上宾馆开房间了，这个过程都没有反对，动作上也配合，那孙生到底要怎么知道对方是真的愿意，还是其实心里很不愿意而勉强配合呢？那你们在看完网友的看法之后，有没有什么跟你们原本想法比较不一样或是一样的地方？在这个事件当中，我感到了非常多人的认知失调。像刚刚中间讲的第二个那个人，他也是觉得说，我好像不想讲，但我又这样，那我自己都处在这个好像在处理一个新的认知的那个不平衡的边界，然后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新的理论或一个新的外力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平衡。觉得某种程度上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有人说现实不需要逻辑，只有叙事才有逻辑，但我们人类要理解很多事情需要一个叙事嘛，然后在这里面就看起来有些逻辑好像正在打架，所以我们很难去理解它。我感觉到是这种混乱的想法。我的感觉就是我好寂寞，因为这个世界跟我想的有够不一样，这样我不懂为什么。好，我懂啦，但我就是我觉得性行为这件事情，或是合意的性关系这件事情没有这么难解。就像你跟一个人喝茶一样，你朋友来你家，他跟你说他想喝茶，茶端到他眼前了，他突然间不想喝了，你也不能把你的茶灌到他嘴巴里面。然后你说可是他刚刚有放方糖进去啊，他刚刚有搅那个杯子啊，那你还是不能把这个东西灌到他嘴巴里面。可是换成性行为的时候，好像大家就会觉得他有前面这个东西就代表后面这个东西，这个 consent 他就给他了，可是他全部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事件，所以我们要的是一个积极的同意权。那当然也会谈到说，像孙生就会讲他说我以前边界感0分现在100分，你这样子我到底要怎么跟人家相处？那也是因为我们社会里面很少有这种可以教会我们如何用浪漫的方式要到积极同意权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在长期的社会文化上面变得有点隐晦，所以我们习惯用隐晦的方式来处理它，最后就导致头洗下去一半了，那我只好继续，但你其实心里面不想要。如果这个积极同意权跟浪漫它能够是包在一起的话，那说不定大家都不会有这么多困惑。就假设我们今天这一集想要帮助到大家，那浪漫方式会有哪一些啊？以牵手而言，现场脑力激荡一下，或是就这样这样，对，就这样牵吗？就这样约吗？没有了。
伸出来让你看到，然后他又没愿意牵上来，那就是对，那就是。然后再来是，比方说在做爱的时候好了，你真的要在进去的前一步要确定这个人的 consent， 你其实就是在他耳边轻轻的问一句说想要吗？这样就 OK 了，对不对？他其实没有这么对，其实没有想的那么难呢，没有想的那么难。当我们在讲积极同意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我们要签字，我们要白纸黑字写下来咯，这样子。对，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解，其实可以不用很解的，就是你使用的语气，然后或者是你使用的肢体的方式，可能都可以帮助这件事情。但我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边界到底要怎么设立的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很多女生也会不知道我该怎么回应。就是我在那个当下，我可能没有说我不要，甚至我可能还是有配合了相关的行动，所以完成了比如说做爱的这件事情。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其实当时候是不想要的，这就是很多人说的越想越不对劲。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呢？越想越不对劲，它就有点像是一个 umbrella， 它是一个很大的伞，其实下面有很多种状况。比方说我们有发现，比方说国中女生被老师性侵，她当下可能一直觉得也许我们在谈恋爱，或是也许她也有点喜欢这个老师，但她事后就发现那其实是一个诱奸，而且很多事情其实是她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谈她的积极同意权，她的 consent， 她的意愿，她可能要过了15年后，她才发现那个时候她就是被老师强迫了，然后她去告了这个老师。所以从一个性侵的受害者事发的当下到他真的去理解那个事件，他其实需要10年甚至15年的时间，所以越想越不对劲，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受害者会出现的状况。那如果放在这样的脉络里面，也许我们比较能够理解这种越想越不对劲的状态。我们当然因为今天是有这个特殊的案件，所以我们来谈，可是我们就也谈大一点，就是创伤受害者在当下他会面临到一个我们讲说面对危机的反应有4种，战跟逃跟僵住不动，然后第4种叫做讨好，就是我前面4种的策略我都用过了，但没有效，我只能讨好你，不然我会受到更严重的伤害。但这不代表说这个加害者的作为没有造成我们受害者的伤害，这4种反应你不知道哪一种会出现。那女性更常使用的策略就是僵住跟讨好，还有逃跑。逃跑已经是女生通常可以做到最激烈的反应了，但是在最早期最落伍的这种性侵的判决上面，他们是会要求你要奋力的挣扎的，就是他要求你要有战的反应。可是其实受害者，你看人类就会有这4种反应，怎么可能他每一次被侵犯的时候他都是用战的反应在回应？像馆长之前被性骚扰的时候，连他这么壮的人他都僵住不动，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创伤的叙事常常是很破碎的，它需要时间的堆叠。所以我觉得不管是 B 女她所谓的越想越不对劲，或是我们在其他案例上看到这些越想越不对劲，它都是一个很合理的状态。回到受害者该怎么看，你说怎么看待是指受害者本身要怎么看待，还是别人怎么看待？第一个是有时候我可能会不原谅当下同意的自己，然后也有可能是法律上的问题嘛。因为比如说我如果没有在言语上面表达明确的不要，或者是我没有足够证据表达我不要的话，其实类似的案件在法律上它可能是没有办法得到性骚扰的判定的。对，一个人他要了解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本来就是需要练习的。我要拒绝什么同意什么这件事情，它有它的社会文化脉络背景，多大的特权，或是我是一个从小到大说不我都要说的很隐微很婉转，我的不是通常不被别人接受的，这个是一个人他必须要跟自己的对话。那比较常发生在女性身上，这样的状态在进入到亲密关系或是所谓的男女关系性关系里面的时候，它又会有这种性别文化对我们原生家庭然后再对我们的这个影响的议题，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带到我们跟别人的互动里面嘛。就你要怎么看待当时没有用力说不的自己，那其实就是你有没有拥有一个站在自己这一边的能力。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同理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无论那个现场你到底有没有说不，你要先能够同理这个活下来的自己，是光是在那里僵住不动或讨好都很重要了，都很勇敢了，都很了不起了，那个就是你的创伤的反应。然后再来是我这样的状况搬到法律上来说，它就有个对错，那好像我是一个法院认证的不合格不完美的受害者，那其实这也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就是我们台湾的司法确实以现阶段来说，它还不够进步到它可以保障身体的自主权这么完善，它还是有牵扯到很多人际的角力。那不管是台湾甚至是法国也好，甚至是美国也好，你会发现只要去搬到法律上，它就不只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了，它就是一个政治的角力。所以我觉得这里也帮助受害者把这两件事情拆开，也就是司法上的胜利跟失败，跟你人生的胜利跟失败，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创伤也是两件事情。那同时你能够不让这种法院上的判决去决定
你是不是受伤，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人很重要的自我完整的一块。所以就是像我在辅导的受害者、性侵的受害者或是幸存者的时候，我们不会把焦点放在你到底要不要告他，或是你到底有没有告赢他。第一个每个人对于司法的准备度是不同的，然后你要面对司法，你就真的是要把自己打开，而且你在一群不是受到心理专业训练的人面前打开这个东西，光是这一件事情上，它就要非常大的心理的准备度。当我们走上司法这条道路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算是觉悟，是这件事情它就不再只是你个人的事情了，它是一个社会的倡议，所以走上社会倡议本来就是个人的选择。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稍微拉回来一下，就是回到这一次的事件。我想在这次的事件，大家其实算蛮明显知道孙生有问题的，但是在 B 女的这个状况里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男生他感受到的这种焦虑，像是他们可能会觉得性骚扰这个判断标准就是女生的感受，那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种不平衡的感觉，像是那我的感受呢为什么不算？他已经认为他就是都把这个记忆统计做完，然后最后我们还是需要等时间，然后真的发生了所谓越想越不对劲的这种事情，我觉得很多的男性，尤其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很多人，他们是感觉到现在无助的人变成我了，那我该怎么办？这样子的状况，心理师会怎么样去看他？我们一样回到红茶比喻好了，就假设今天是我问你想不想喝，然后你喝下去之后你觉得很后悔，但是我还是做了我这段关系里面我该做的事情。那我确实不需要自责，因为我有好好问他。可是性关系大家就会想象这个社会其实是有脉络在压迫的。对，女性会觉得说我不能够说不要的那个压力比较大，可是很多男生就是在这个我到底要给多少的空间他们才安心，他们的同意才是真的同意的这个状况下焦虑。但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每个人就是尽量要做到我能够对得起我自己。你更积极的把你说不也没关系这真的 OK 的，这件事情拉出来的时候，对方可能也会更自在。这有点像是一个旧时代的性别脚本跟新时代的性别脚本在交替的一个时代，所以就是旧时代的性别脚本，男生追求，女生被追求，接受被动的那个脚本，到现在女生有自己的声音，男生可能也比较能够表现脆弱，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交替的世界，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声音是说，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要我演旧的脚本还是要我演新的脚本？你看你会期待我是一个很 man 的男生啊，可是你又希望我可以性别平权，然后女生就会觉得我没有要那个啊，我有要这个啊，可是我又要什么？然后大家都要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其实在这种混乱当中，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机会，让大家真的去练习说，不要因为对方是男生或是对方是女生，你觉得对方怎么样，你就假定对方想要什么跟不想要什么，就是那个东西都应该要可以被拆开来去讨论。但我觉得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还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就是孙生的回应，就是他就跟大家说，我以前都这样啊，以前都没有人跟我说不行，这一次怎么突然就变不行了？可是我觉得这可能又回到前面讲，就是意图跟他产生的行为，对，你还是把它切开，它就是产生了一个让别人不舒服的行为。对，就那你要在我们社会变化这状态当中，你现在遇到了一个非你同温层的人了，然后这个社会告诉你说，在这个新的社会秩序里面，你以前套用的旧秩序，它不会再一直有用了，那他得学习新秩序啊，对啊，不然他就会被淘汰。然后，但我在这里面我也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人在被指责或者像这样子有点是被定罪了，他会很积极的想要去告诉大家说我的意图是怎么样。可这个时候，一些观众就会觉得你正在单纯的解释这些意图，其实你只是想要掩盖你没有错。就像是我们前面在讲，他不想要自己是坏人，他要去澄清他不是坏人这件事情，他要让他自己内在的逻辑是自强。很常发生，很常发生啊。不过我觉得这个跟犯错的人他的这个内在的系统也有关系嘛，就是他会觉得说，如果我现在认错了，我好像就要接受惩罚，但是其实认错反而是一个修复的机会。有些人他们可能会担心说，会不会自己以前的一些正常互动的行为，然后被觉得说这个就是骚扰。但是一开始我会想说，对，这好像有点危险。但其实后来想想，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以前适用，现在不适用，那就是接受到这个世界的改变了。那你必须要花点时间去重新适应这个世界。如果你想要跟这个实验有更多的互动的话，我也会有一点怀疑，当他们在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心情到底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学不会，然后我觉得很困难，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还是我很不满，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想接受，所以我就说你们这样子我们以后没有办法跟你们相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一个异性相处，不用讲异性，就跟另外一个人相处，去了解对方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不是很基础的事情吗？所以我常常觉得这已经不是要你当一个好男人或是一个好女人的状态，而是要你好好做个人。那回到他的那句话，就是我以前这么做都可以，现在为什么不行？
那现在不行就是不行，你现在就学起来啊！我的回应就会是这样子。因为感觉心理师会比我们遇到更多的，比如说相关案件的加害者。我想要知道的是，在这个社会上，还跟孙生有类似的这样子模糊界限的人，其实是多的吗？蛮多的，还是蛮多的。我觉得还是蛮多，但也有可能我就是在做这个类群，可能有一些都有罪或是即将要被判罪的状况，对，就我可能看到的就会有偏袒。但我觉得整体来说，视野就是就算是没有进到法院或是法院没有判胜诉的那种案件里面的加害者，或者说我们不要讲加害者，我在法学术语上会讲对造嘛，这些人他们就会讲说我没有那个意思啊。他当下又没有积极的反抗，就我以为他如果不喜欢的话，他应该不是只会说不要，他应该是会大叫尖叫推开我这样子。有些检察官也是这样，就是司法界里面的就觉得你的拒绝不够拒绝，或是你事后的反应，就是有些受害者的状况是比较 OK 的嘛，就是他就是很冷静的去当天就去报案，然后那检察官就会说，你如果真的是受害者的话，为什么你会这么冷静的去报案？你应该会等个几天，但是你要。如果又等个5-6天，就会说你为什么等这么久才去报案？就是所以永远都有质疑别人的理由，对，永远都有质疑别人的理由这样子。哦，好痛苦哦。我就想到我之前被性骚扰经验的时候，我当下也是傻眼，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被扣手？这当下真的是卡在那里，就真的要想蛮久的。我觉得可能受害者也是有很多种样态，但我在想到说，有些人他们会讲说，现在的这个性骚扰观念好像越来越普及了，但是性别的冲突好像变得越来越对立。应该说这样的对立其实早就已经存在了，但他之前可能没有浮上来。对，而且他以前他是弱势的族群在吸收、跟稀释、跟承接的。那现在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公正、比较公平的社会，所以这些人的疼痛才终于可以被浮上台面来，才终于不是只是被压下去而已。那对于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来说，或是你很享受，或是你很习惯旧有的世界观的人来说，这种变动当然是恐惧的，因为它撼动你作为一个人存在在世界上你的某些旧有的认知嘛。可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公平，然后这个公平它其实也就像是很多男生会讲说他不想要性别平等，可是其实男性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也渐渐的在获得某些性别平等的好处。那当然有些男生就会觉得说，那他不要那个，他只想要这个。大家都太贪心了，大家都可能女生也是啊，就是我想要都要，我既想要旧时代的这些红利，然后我也想要新时代的这些平等。那它其实都回到一个个体的完整，是或是说所有的爱的前提都是平等，我们要先有平等才有办法谈爱情，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各自跳上原本就有的脚本上去演彼此想要彼此演的戏，那里面是权力的操弄而不是真的爱。那我还有个问题想问，现在学校的性平教育比如说会教些什么，以及在现在性平教育里面，学生是真的有办法好好理解像是在性骚扰这些议题当中这些灰色的地带，这些新旧脚本交接时可能会遇到的困境该怎么处理的实际案例吗？我觉得很难耶，就是以教育的体系来说，我觉得最需要性别教育的阶段大概是国中跟高中，但我们的国中高中都还是以升学为导向，所以其实有点难。然后再来就是这些课程最后还是会被学科拿去用，像明星高中的辅考课最多就是拿来做那个嘛落点分析、选校选志愿的分析，所以其实你很难去做性别的教育。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切身经验，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问题。就因为我以前曾经教过男生班，女老师还是蛮常会遇到一些学生的言语的性骚扰。可是我觉得学生他们有时候其实不知道自己在性骚扰。我也有遇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在擦黑板，因为我会觉得擦黑板不完全是学生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会说有人要来帮我擦黑板吗？然后就有学生故意就只强调说帮我擦，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不舒服很生气，可是我那个当下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跟那个学生回应这件事情，所以我选择假装没听到。对，我现在其实我也还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是有一个论文，就是他在讲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些骚扰或是有一些歧视，他其实是微攻击嘛，就是他不是真的就不让你做这份工作，或者他真的把你开除，可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职场的不友善，就是面对生活当中这种微微的攻击，然后你好像也没有想要把它变成 file 成一个档案，然后 report 出去嘛，因为你会觉得太麻烦，或是你就那种劳心劳力或是罪不至此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理，他就给出一些守则，这样，比方说你可以说
天哪，你到底在说什么？或是突然间停下来，很严肃的跟他说，我不觉得这个好笑，或是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居然讲这种话。好好的表达这个立场，就你们不能这样讲话，这样讲话会蛮危险的哦。请你尊重我的感觉，这样子。那这样子面对性骚扰的问题，你会觉得有哪些方向是大家还可以再努力的吗？我觉得先不要以一个就是大家想要找各自的麻烦的心情在想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大体的原则。那在性骚扰的议题上，我会觉得有能力的人，我们就是多宣传、多推广。然后像自己，你就有做那个海报那些的，对。然后我就会觉得更多的公众人物参与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对于整体的社会教育的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在整体的性骚扰的议题上，我会觉得我们要能够培养足够多的同理心，然后了解说别人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并且能够弹性的知所进退，就知道说我就开了这个玩笑，如果我心里面觉得有一点不对的话，我是不是马上当下就跟你确认，我刚刚那样是不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那如果会的话，我下次不会再这么做了，很快的去做这样的修正。我觉得今天聊到这边，还是觉得这整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有点辛苦，有可能我们现在就是在改变的那个状态，然后你自己还要赶快摸索说，那这个接下来要怎么样变，然后要怎么样前进。就是尽量的学，好像也还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我很期待之后有浪漫的积极同意的那种抖音影片，你知道？还是你要拍，你就当那个主角，大家看怎么浪漫的积极同意。浪漫的积极同意哦，对，奇低视角的浪漫积极同意，好赞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拍，然后就是很快的一堆都是合理的积极同意，然后都很浪漫。可是这个受众看起来是女生啊，我们没有办法让男生学到。可是我反倒觉得，即便这个社会一直在变，人要的东西是一直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人想要的是独立跟亲密之间的平衡。我们要在独立跟亲密当中求这个平衡的时候，我们会去发展出一个敏感度。我自己反倒觉得，我不担心在新思潮跟旧思潮这个演变当中，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掌握一个概念是尊重别人，然后你能够去换位思考，能够去发展同理心的话，我不觉得那个会造成太多的冲击吗？我反倒觉得旧时代的这种压抑是妨碍了我们去发展自己的思辨的能力跟同理心的能力。我们反倒是用旧时代的东西告诉我说，事情就是这样走的，所以我不用去思考，我不用去同理，我不用去感觉，就是这样。最近也有一个时事有相关，就是杨舒雅有讲，当干你娘这个词存在的时候，其实对立就已经存在了。对啊，对啊，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就是今天只是女生有没有真的跑出来告诉你说她觉得不舒服。就我手上性侵的黑数，不要讲这种发生在男女关系里面的这种性侵黑数，光是家内性侵的案件，那个黑数就是现在数据的5倍，更何况就有一些可能是家暴送进来，然后被发现有性侵的小朋友这样，可是你就发现就是说这是一个女性集体的创伤，就是不管是你听到或是这个小朋友真的去经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怎么在我们的性教育里面去跟我们的孩子谈真的每一步的实作，就包含说性行为的每一步的实作长什么样子，跟性犯罪的矫治每一步长什么样子，这种公开透明就变得非常重要。很有趣。你觉得在这些心理的经验当中，你是变成一个越来越冷血的人，还是越来越感知跟包容性更强的人？我觉得我成为一个越爱这个世界的人。怎么说？因为我就会看到，就是不管今天别人贴什么标签给他，他来到我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内心渴望爱的小孩。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的个案，我都可以从那里去着手。你会把很多的问题都归类到他是渴望爱吗？或是控制跟权力，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想要会，他如果被压抑了，他就会扭曲成另外一种样子。小时候要这个爱，要这个关心，我得不到的时候，他就会被压下去，然后他压下去之后，他就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扭曲长出来，有可能是控制，有可能是愤怒，有可能是嫉妒心，有可能是仇恨。因为人类就是一种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它就是想要依附关系，哺乳类动物就是需要靠依附关系长大。我觉得这个跟人性本善或本恶倒没有相关，因为我觉得讲善良或邪恶都太道德了，太外化的东西，所以我也不会想很 cliché 的去讲说一切都是因为爱，所以我们都可以理解或怎么样。没有，就是社会文化、法律上、哲学上这些东西，我们还是必须要去规范，因为这个是我们社会运作的一套规则。然后我也不会想要就是用那种两边各打50大板，就是说女生也要更勇于表达自己的需求啊，男生也要更努力的理解性别平等啊。就因为实际上这个结构已经歪斜到，实际上在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即便在台湾，就是一个男女非常不平等的社会。对不起，对，我觉得很难，其实很难意识到地板是斜的，对，然后也很难意识到你的特权有很多，那些东西都是像空气一样，就是你其实无法感受到。对，然后那个歪斜的程度就不是我觉得各打50大板就可以好的程度，但要我们所谓的既得利者去承认自己拥有的权利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会觉得好像我变成坏人。可是拥有特权不代表任何事情，就拥有就是拥有了，就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就是那我们就拿这个特权，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这样子而已。那我去理解个案的话，当然会从他的依附关系下手。可是社会大众不需要用依附关系去理解身边的所有的人，因为你不是他治疗师，你也不需要去承受这样子的 emotional labor， 就情绪的消耗。这样回到真正的事情上面，就我也会觉得，我们还是会坚守我们的法律的界限跟伦理的界限，但是我们也同时会告诉他，如果你是他的朋友的话，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就跟你不当朋友这样。但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我们在司法上的这个议题跟责任，我们就慢慢来面对吧。那现在状况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想象司法，假设有一个法官判我刑，我光想到我都会觉得说头皮发麻，完蛋，天要塌了。可是当这件事真的走到眼前来，你开始能够去接受它，说 OK， 这个就是我要负起的责任的时候，反而我们的个案会在里面找到力量，他就知道 OK， 我在承担我过去所做错的这些事情的责任。我好奇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像刚刚孙生的事情好了，就我们在一个父权的结构里面，然后他今天他是有流浪的巨星，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会默默的形成他有一些特权，对，然后但他其实也很难意识到他正在用这些特权，对，就一个一般人到底要怎么去察觉自己正在使用这些特权？我觉得这也回应前面就是为什么受害者没有办法当下就反应，因为这个人夹带太多的特权了。一个是他是我在事业上可能要讨好的人，我如果得罪他会怎么看我，怎么想我。然后再来是我们要怎么去检视我们身边的特权。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比喻，就有一个人早上起床的时候看镜子，他会怎么描述自己。我的黑人同学他就会说，我看到一个就是 black woman 这样子，我看到一个是一个非裔的女人这样子。我的印第安的原住民同学会说他看到的是一个原住民，一个穷人这样子。然后我的白人男性的朋友他就说，他就什么都没想，他觉得他就看到一个人。他就说特权的运作的方式就是让拥有他的人不知道自己拥有他。所以你没有办法察觉。对，你没有办法察觉。所以它就是一个互动出来的状态，是我们怎么样不停的去反思自己拥有哪些特权。就是你起床看照镜子的时候，你看到什么，那我看到什么，那我没有看到那些就是我的特权。我从小就是低收入户家庭长大的小孩，那我家里也受到就是也算是逆境家庭出身，然后我妈妈也是外籍配偶。我常常就觉得说，我在这个所谓的特权的这个光谱上，我应该是已经很弱势的人了吧？可是当我再去跟我比方说非洲的朋友去谈话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我还是拥有一些相对的特权。所以特权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相对的。我们说我要怎么意识到自己有没有特权，我们倒不如假定我们就是有特权的人。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观众说的？大家不要性骚扰别人。好，我觉得有一关讲，就是其实性别的议题就是所有人的议题，因为性别是我们出生下来面对的第一个分类。你长大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分类，你是穷人，你是有钱人，聪明的人，笨的人。那其实这些分类乍看之下会让我们觉得很受伤，会很割裂。但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性别的议题里面去研究它，甚至去跟它熟悉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把这些分类拨开来看到我们是人的那个过程。所以我很鼓励大家，不管你是男生女生、性少数、跨性别，性别的议题真的是人类人权的议题。那欢迎大家一起来这个领域里面耕耘这样。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就是香芋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不要把它分享出去，或者是点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41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